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视频跟之前有点不一样啊，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设计的服装，我的服装的 collection。OK， 就是夏天了嘛，我现在夏天几乎不买衣服。你看我今天穿的像青蛇一样，对不对？有没有？我刚刚问我老公，我穿的今天是不是很像青蛇？我老公直接差点吐一口老血出来。最近比较喜欢我今年做的一些连衣裙，然后一般夏天我现在真的是很少买衣服，做这些东西也并不是说真的很便宜啊或者什么的，真的不是这样。如果您要是为了省钱，可千万不要去做衣服，因为尤其是在北美啊，这个布料是特别的贵，是特别的贵。这个是去年做的，这个是在国内淘宝上买的纸样，它是下面是一个这种波浪形式的裙摆。还不错，而且这个颜色是我去年特别喜欢的颜色，是这种泡泡袖。我感觉去年好像特别流行这种泡泡袖的这样的款式，这种款式穿上去之后也超级减龄，而且就根本不显你的什么肚子啊什么的。尤其像咱们这种生完孩子哈，我其实没有生孩子之前我肚子就挺大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遗传可能是，也不会显肚子。然后后面我做了这个，我感觉是有一点失败的，因为本身它好像是一个扣子，然后我是懒得钉扣子，然后我就做了一个这种绑带。我总是觉得，你看我很喜欢绑带，这个衣服上面也有绑带，我总是觉得哈，就是咱们中国的这种传统的风格跟这种飘逸的这种感觉，除了这种轻纱哈，或者是这种真丝之外，面料之外。绑带在咱们中国也是一直存在的，绑一颗玉佩呀，绑个香囊啊，对不对？所以我就把它系了一个绑带。但是系完之后，每次我穿这件裙子，我老公都觉得，他都会说你感觉好像是从那个医院里面跑出来的。因为在北美这边，你进医院之后，他会给你换一个，就是从前面跟这个差不多，从前面伸手的，然后后面全是这种系带的这种病号服。自从他说完之后，我就很少穿出去了，因为我也真心觉得越看越像，大家觉得呢？这款呢也是去年超级流行的，叫做奶娘裙哈 ，House of CB 嘛，它出的第一款，然后后来就超级红，然后这个呢是我做的第一款，这块布料其实是在国内淘宝上买的，因为这边布料实在卖太贵了，但是你在国内买嘛，你又摸不到这个质感，其实这个本身以为花很大的，没有想到这个花太碎了，其实这个花哈就是特别碎，就会显得有点这种土气。不过我当时做这条裙子的时候，我就是想先做一个试验版，但是穿出街之后还蛮炸街的，蛮好看的，离老远就感觉你挺亮的，因为这里面有很多这种 pop color 的这种小花，就是主要就是花太碎了，花太碎太小，然后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花的这个排列会重复。我觉得这种花哈，咱也不知道这个专业术语叫什么，这种印花在服装上重复很多的这样顺序，就你一眼能看出来它的排列顺序的话，我觉得就有点土气了，就不好看。但是还好吧，我也穿过好几次了，然后我还挺喜欢这个款式。这是同款做的第二条，花也是太小了。但是呢，这一款呢，就是我想要一个这种白底的，然后感觉人比较纯洁、比较干净的。哎呀，我好像觉得确实有一点点这种装嫩的那种感觉。那这一款呢，问题就是说，其实我这一款做工还是挺好的，我觉得自己做的还是挺细致的，里面都是加有内衬的，而且这个是全衬的，下面裙子也是有内衬的。但是它的问题是在于这个内衬哈，跟这个面料不是很搭，因为我真心不是科班出来的，所以在这个选择面料啊和怎么样搭配这个方面，我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也是在慢慢自己这个实践摸索中，然后找到这个解决的方案。你看这个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面料哈，这个外面这层是棉的，里面不是纯棉的，所以外面这层洗完之后就缩了，那里面这个面料就出来了。看到吗？这个上面这个块就出来了，穿上身的时候就特别明显，这个白的这个就会冒出来。那我现在想就是从它开叉的地方，把里面的内衬从这个开叉的地方全部把它剪掉。反正是咱们只要是挡着上面那一截就行了嘛哈。下面这个我就觉得会好看很多，而且会清爽很多。再来是几款短裙子，这一款呢我在之前视频里已经跟大家就是看过了哈。问题是在于有一点紧，不过我今天穿了穿，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裙子确实
有点短了。如果秋天啊，就现在刚刚转凉的话，外面加一个牛仔的小夹克、短夹克啊什么的，或者穿一个小 hoodie 啊，还是蛮好看的。这个我还是挺喜欢的。这个也是在国内买的布料，印花印的还都挺漂亮的。但是呢，问题就是在于这个布料就是不支架，你知道吗？就是就是撑不起来，就软绵绵的感觉。但是夏天穿确实还挺凉快的。反正咱们也不需要，就我自己做衣服也不需要它有多上档次嘛，主要夏天哎又好看，然后又凉快，又一点与众不同的这种感觉啊就可以了。接下来这条裙子是我特别喜欢的，这是去年做的一条裙子。这条裙子呢，当时做的这个罩杯是有一点点偏大的，然后呢我又把它重新缩了一下，缩了之后呢，就是有一点点就是不太齐，但是好在它的面料印花还是比较花的，所以这个有一点揪吧，这个地方还看不出来。我每一次穿这条裙子出去，都有人说我的裙子很漂亮，然后我都会很骄傲的告诉他，这是我自己设计自己做的。这个呢是比较宽的肩带，我就当时就想这个肩带啊和这个下面这一点形成一个比较好看的这个 shape。而且这个颜色也挺好看的，这一块布料也是在国内淘宝上买的，就是唯一的问题就是真的是软绵绵的，所以上面都有加内衬，不然下面这个还好不透，反正裙子不透，但是都是软绵绵的。因为我这款裙子是去年买了一块那个棉麻的布，我做了一条裤子，所以今天所有衣服都是我的连衣裙我就觉得比较好看的连衣裙，有做上衣啊或者是裤子，大家喜欢看的话，之后有机会在视频里面再跟大家分享。那这个呢，就是我当时做了一个棉麻的裤子，然后剩下了一点布料，就这么多。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我本身是想要让它有一点点这样子可以撑开的，就没有想到这种布，你知道吧？这种棉麻就摸着还是有一点点厚度的，但是洗完之后它还是没有起不到这种撑开的这种立体感，所以感觉好像是围了一个就是浴巾这种感觉。那我夏天的话，比如说出来晒太阳穿比基尼这种衣服比较好脱好穿，所以也是很方便的。后面是松紧带的嘛，然后我当时做的时候，我就在想前面是直的，然后后面稍微低一点，但是呢，因为这个东西太短了，后面本身是它后面是有一个弧度的，就后面是在低腰的这个地方有橡皮筋，但是就是因为它太短了。反正是也可以穿，就是出去晒太阳、去海边什么的就可以穿。接下来是我认为平时日常可以穿度假出门也可以穿拍照片也挺好看的。那这一款就是挺简单的，然后这款也是在国内买的，大家听这个声音就知道，它感觉好像也不像是棉但是呢，国内买的这个布好的就是它的这个布宽，就是它那个幅很宽，这边买的幅就是都是差不多1.2米、1.4米左右，那这个好像就有1.5米。最少有1.5米，然后这个也是很简单的，而且我就做这个裙子的时候呢，我就发明了一个小方法因为本身是要装拉链的，然后我就为了省拉链，因为这边拉链死贵，你知道吗？一条拉链要差不多7刀，我就用了这个橡皮筋把它穿成这种弹性的，所以自从这条裙子之后，我觉得还挺成功的，做了这个橡皮筋，就接下来这条裙子我都是用这个方法来做的，这个还是非常简单的，就一个小高腰一点的小上衣，然后这样的一个裙子，而且这个属于姜黄色嘛，拍照片出来玩特别好看。我去年出来旅游拍照片最多，然后最出片的一条裙子，这个颜色真的是超赞，而且咱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面料，这个是我在这边买的面料，这面料超级轻，你别看它这么长的裙子虽然它很薄，里面有加内衬，整个下来就超级的轻，穿上就像没穿一样。这也很简单，它就是属于3层、1层、2层、3层的这样一个裙子，真的特别的出片，而且会很显白，因为我本身这个人就不白，所以想做一些这种 pop color， 尤其是夏天嘛，这个冬天咱不会穿这么艳的颜色，但是夏天的话，我觉得再艳都不为过。系带的我觉得也很方便，怀孕也可以穿。这面料是带有一点点这种光泽感的，非常的薄。咱也不知道这个面料叫什么。对于面料来讲，我只能说，看着样子好看呀，摸着手感不错呀，但是真的叫什么和什么能搭配什么，这个东西真的一点都不通。
这一款呢也是一个棉麻，像棉呀、麻呀这些我都还认识哈。这款是棉麻，然后呢这一款我做的是这种大露背，非常的方便。前几天我们这儿不是特别热嘛，然后我们就天天在那个西边待着，我都是穿这个，然后里面穿比基尼的时候一脱，然后游完之后比基尼晒干之后，这个一穿真的是非常的方便。而且下面我做的是这种不规则的，做的这种毛边的处理，哎，我觉得特别的好看，就是感觉好像就是很野生那种感觉，这个颜色也挺好看的。这个美中不足哈，我自己认为美中不足就是在胸前这块有点窄了，应该稍微再往旁边放宽一点，其实会更洋气一些。这条裙子呢也是属于今年，只要是我拍照片都会有朋友问的，棉布上面好像带有那种银丝线，所以它是闪闪发光的。所以你看它这个蓝，它不仅仅是这种很耀眼的蓝，而且它是蓝上面发着一层荧光的，所以走在这个太阳底下哈，真的是超级的漂亮。那这个呢是我把这两边做的比较的宽，就是显着你的脸特别的窄，但是美中不足呢，就是这个胸开的有点太大了，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不安全的感觉，所以说我把这个绳也系得很紧。你看这几个全部都是用后面跟刚才那个黄的一个方法，用这种松紧带来代替拉链。自己做衣服你会发现啊，拉链这种装拉链也是一个很烦的事情，本身可能很快就能把一条裙子做完了，但是装拉链我觉得真的很花时间，所以不仅省钱而且省时。如果大家你也喜欢做衣服做裙子，我真心建议大家可以用这种松紧的方法来代替这个拉链啊，这样装拉链真是太费事儿了。这个还不错吧？这条裙子想把这个上面就是胸这个上面做的稍微窄一点，然后从这儿打开，但是穿上去之后就有一股像韩国人的，就是韩国衣服那个内衣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古代的韩国内衣那种感觉。我之前出去搞活动啊什么也有穿过，也被人问过，它是有一点点硬度的，它不仅仅有硬度，而且它是特别的凉快，很透气。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布料，但这个花我觉得真的挺好看的，这个花是吧？还不错。这款呢跟这个样式是一样的，但是它这个胸围这个地方就更宽，差不多到腰这儿会显得更收腰一些，而且会显得腿特别的长。这一款呢主要是我觉得胜在这个颜色。你说它是大红吧，它是有一点发蓝调的大红，但是它又不是玫红，它还是一个红色，但是它红里面有点发那种深蓝调的这种感觉，超级的显白，然后就是特别适合我这种黑人。而且离老远都能看得到你。这一款和刚才那一款，我觉得都是可以啊，正规场合也可以穿啊，平时度假也可以穿啊，去海边玩也可以穿啊，拍照片更好看哈。这个拍照片真的是绝了，这个颜色真的是特别好看。而且我喜欢就是把头发扎起来穿这个，然后戴一个金色的耳环。超赞！这款黄色的颜色也超级的好看，我觉得今年还蛮流行这种 pop color 这种黄色的哈，就是亮黄色，穿上去之后感觉整个人的这个氛围感就出来了。然后再一个哈，它这一款是非常简单的，我这个后面就又懒了，就不想再拼接了，整个后背都是用了这种松紧的这种设计，然后前面就是一个罩杯，然后里面是就是等于双层的嘛，所以你不穿那个内衣也看不出来，然后里面有做一个内衬，做了一个白色的内衬，家里正好有，因为我觉得它是有点透，所以做了一个内衬。这个裙子就特别的这种小公主，然后也可以当成礼服裙来穿，头发扎起来或者盘起来都特别的有女人味儿。温哥华的夏天真的是已经差不多过去了，所以也只能放到明年穿了。这个颜色真的很好看，今年不知道为什么我真心觉得特别流行黄色啊！我觉得流行这件事情哈，就是并不是说你看到别人穿什么你觉得好看就是流行。我觉得流行有的东西就是你说不上来，你今天喜欢这种，你明天喜欢那种。再一个就是根据你日常你接触，就比如说你每天在看电视啊，你每天翻手机啊，你觉得哪个女孩穿什么衣服好看，日积月累，它就像一个这种信息的碎片一样积累在你的脑海里面。然后当你想去尝试的买东西啊，当你想去创造出来什么东西的时候，那这些碎片就会集合起来，然后你就很轻易的可以知道我今年想要什么，我今年觉得什么比较流行。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认为时尚这个东西哈，就是很多人说这个穿搭应该怎么样穿哈，我觉得技术性的是可以学的。就比如说哪个配哪个好看哪种面料配哪种面料啊，就比如我缺失的这一块哈。但是
适合每个人的东西都是不一样。还有一个，它不仅要适合你，它要让你开心。就有些人觉得，哎，你穿这个衣服挺好看的。打个比方来讲，我前2天还在聊，我说我从来不会穿那种很宽大的这个西装。我并不是觉得这个就是这种装扮不好看，我看别人穿都很好看，但是我穿上去就不好看。可能别人觉得还可以，还挺好的，但是我自己感觉就不舒服，不好看。所以不是说这个东西别人认为好看、流行，然后你就要去穿。你要知道你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和自己适合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我觉得关于自己适合什么，是不仅仅让自己穿上去漂亮好看，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让自己穿上去从身体和心里面都有一种舒适感。这是很重要的。我对时尚的一点点的见解哈，自己有自己见解。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每个人对时尚不同的见解。最后说一下我身上的这个衣服，我身上的这一件呢也是我自己做的。我把这个袖子做得很长，是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古代都是这样子，就袖子稍微长一点，就会更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有这种感觉，对吧？然后呢，它就是一个很宽松的。本身我是想做一套的，就我做完一个上衣之后再去做裤子、做裙子的话就不太够了，所以也就只做了一个上衣。因为现在天气开始有点凉了，外搭呀，然后又可以遮阳，而且这个颜色是属于这种苹果绿这个颜色，我觉得还挺好看的。OK， 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我希望我以后也可以出一个自己的这个服装品牌。从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个愿望，希望我有朝一日或者是尽快的可以完成我的愿望。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别忘了鼓励和支持我一下，帮我点赞和关注哦。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